各位红杏林的家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集市六经推拿公益课堂，我是主持人小峰老师。那在正式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呢，已经看到有家人在签到了，先别着急，先和我一起来测试一下今天的直播间设备，看看能不能够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能不能够看到咱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课程画面。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请我们的家人朋友在评论区回复一个数字1就行了啊。嘿，晚上好，家人朋友们，先一起来测试一下设备，看看声音正不正常，画面清不清晰，都没有问题，回复一个数字1就好了啊。哎，没有问题，对不对啊？没有问题就好。那今天呢，是由我们的小龙老师来给大家讲解脾胃虚寒百病生集市推拿，带你增补脾胃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健康了。那关于我们今天要学到的集市六经推拿的话，可能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大家，你对推拿了解多少？好，首先第一个，你如果没有听说过，想要了解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数字1。那如果你听说过，但没有具体去了解过，但是你就可以在我们讨论区打一个数字2。那第3点就是说去体验过，但是想要去系统学习了，你就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数字3。我们看看大家的推拿基础都怎么样，一会儿小龙老师就好给大家去讲解。哎，都可以打出来啊，1、2、3都可以啊。好，我看到有同学已经开始打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配合。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集市六经推拿的话，其实也是想要把这个好技术分享给大家，因为它是绿色安全，不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药物和工具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去推拿，甚至说如果你不在家人身边，你都可以远程的去指导他去进行一个调理，因为它特别的简单。而我们在集市六经推拿当中的话，我们是靠手法就能够去调理，手法是非常轻柔的，哪怕是0岁的宝宝，它也可以去调理，并且呢，它还能够去抑制保健、预防生病，还能够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而给大家带来这门好技术的家人朋友给这个带来好技术的话是咱们的贾宁老师啊。贾宁老师是集市六经疗法的创始人，也是全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同时也是儿科泰斗张启文教授的8大弟子之一。那贾宁老师把这个技术带到红杏林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技术让更多的人受益啊。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家人朋友呢，能够认真的去学习我们这个技术，然后去收获更多啊。那我们也直接话不多说，同学们可以把最热烈的画画刷在我们讨论区，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老师小龙老师来给大家讲授今天的课程内容。好，集市六经推拿守护家人体质健康，各位直播间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啊！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跟各位同学们一块来进行到今天全新的一堂课程的学习。那非常感谢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老师对我们的六经推拿有很详细的一个介绍。那我呢是集市六经的刘小龙，今天晚上将会由我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学习到这一门传承了100年的非遗的一个技术啊。那刚刚呢，我也看到直播间有很多的同学过去有了解过这个推拿这样的一个技法，那也有部分的同学过去可能学过其他的一些门派的推拿，对推拿呢有非常多的一个了解。那今天我们来学习这门集市六经推拿的时候呢，首先先跟大家说，因为集市六经推拿它跟我们传统的推拿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大家现在今天在本节课堂上面学到的这个推拿技法，它是一堂完全不同于大家过去学习到的这些技法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推拿，一起来进入到集市六经推拿的实操。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这一节课程的主题是跟脾胃相关的。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呢也听过跟脾胃相关的这些课程。我们都知道，脾胃虚弱，百病丛生。那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学实操，所以我会从以下3个板块带着大家来进行到课程内容的学习。首先，今天的课程当中，第一个板块先会带着大家来自测。这个自测是测什么呀？测一测我们自己
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到底有没有存在脾胃虚弱的一个表现。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找解决的方法。既然我在自测当中发现了我或多或少存在有这种脾胃虚弱的问题啊，那我在实操的环节，我就要通过我的解决方案来改善我的这些长期的或者慢性的这种脾胃虚弱的一个症状。那第三个板块的话呢，是从养护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多位一体的改善我们脾胃的一个情况。那各位同学们，如果已经做好了学习一门全新的课程的准备了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回复一个555，就是举手的意思。首先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课堂啊。在我们集市6经推拿的课堂上面，我的习惯是要带着大家一定要死磕这个实操。为什么这么说呢？学习一堂课程，你最少要学会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今天要重点掌握的就是这个通用于所有人的调理脾胃的一个方案。那我看到评论区也有同学在问啊，这个推拿能够给多大的人去用？我们的推拿的话呢，它是从0岁到100岁它都可以用的，所以今天你过来听课的所有人都是可以用上我们的推拿，给自己、给家人、给孩子、给家里的老人来进行到调理的啊。好，那做好了准备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今天课程的第一个板块。那大家都知道，脾胃虚弱，百病丛生，我怎么去判断我自己是否存在有脾胃虚弱？我怎么去判断我目前的这种脾胃虚弱的程度是轻还是重呢？那我接下来会罗列一些症状啊，大家可以在自己身上或者在你们的孩子身上来发现一下你是否存在以下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做脾胃虚弱呀？脾胃的话呢，是我们身体的一对黄金搭档，它主管着我们身体的食物的运化吸收。也就是说，它在身体当中相当于一个集中加油处理站。它呢，把食物吸收进去，吃进去之后进行集中的处理，把食物进行到分解，里头有营养的物质，它就输送给你身体的各个的部位、各个的脏腑为它所用，去生成气血，维持你的正常的生命活动。那么，当你的脾胃产生到了功能的异常，他们两个人之间闹矛盾了，等等等等情况出现之后，那你的正常的一些生命活动也会相继的发生到对应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如果我出现了脾胃虚弱，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首先呢，我们先以家里头的这个比较宝贝的这个小朋友开始说起啊。小朋友如果他出现了一个典型的脾胃虚弱表现，我们会看到的第一大类的表现就是在睡眠方面。那成年人会不会有这些睡眠方面的改变？也是会有的。所以如果接下来我讲到的这些症状有你的症状，你可以把对应的这个症状写在评论区里头，我们今天一同在课堂里头找这个症状的解决的方法。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的睡眠表现。睡眠，如果你是那种半夜特别容易醒，小朋友呢半夜吓醒了还经常啼哭的这种情况，它属于睡眠不成的，跟我们的脾胃虚弱有关。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晚上睡着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有脾胃虚弱的。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寝不安，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能够反馈出脾胃有一部分的症状。特别你像成年人晚上那一顿吃的稍微多了一点，吃的稍微硬了一点，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特别的难受啊？所以你晚上那一顿，我们中医讲的是，你早上要吃的像皇帝晚上要吃的像乞丐，晚上的那一顿往往是要吃的少一点的。那第二个脾胃虚弱的典型表现，因为脾胃是加工食物、运化食物的，所以它最典型的表现一定是在你的胃口上面。那胃口方面的话，它会表现为挑食、偏食，不爱吃主食说到这个吃饭问题，应该直播间里头有很多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同感啦。这个小朋友一上饭桌，花了很多的心思做了一大桌的饭，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挑挑拣拣夹到他碗里他都不愿意这种的话呢，他就是属于有典型的挑食跟偏食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小朋友是，我一上饭桌我就说我肚子痛了我就说我吃饱了，不想吃了，想打瞌睡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情况的家长可以在底下回复一个有字。其实他一旦出现了胃口不好的问题，
或者他出现了长期的挑食，不爱吃主食，只爱吃某一种食物，比如有的孩子就爱吃土豆，除了土豆之外其他的都不吃的，这种是不是属于挑食偏食了？那么往往也反映出了他存在有脾胃虚弱。那他长期以往长期的胃口不好，长期的挑食，它慢慢的也会存在有消化吸收差的一个表现。那消化吸收差的孩子，他往往在大便方面就会比较典型了。你像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大便不通的便秘，对吧？大便头比较干硬的，前干后软的，以及呢还有很多的人排便无力的啊，或者每次排大便只排一丁点啊，拉的时候呢感觉整个人又很费劲儿，拉完了吧又感觉自己没拉干净，还想回过头去拉的，这种都是属于脾胃虚弱有气虚表现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有典型的症状的，有的同学也可以在底下回复有字啊，回复有字。好，那脾胃虚弱，长期的脾胃虚弱，或者你脾胃虚弱的程度重了，在孩子在成人身上，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爱出汗的现象。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出汗出的比较多的？特别是白天啊，你稍微一动就汗出淋漓的，出汗不止的。如果有这种出汗情况的同学，待会儿你在评论区给我回复一个3啊，回复一个3，我看看多不多。我可以在讲完了脾胃的实操之后，给你们适当的做一点拓展啊，就来专门讲这个出汗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很普遍，成年人跟孩子都有。它跟脾胃有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关系的。气虚了，气弱了，我们说白天的出汗叫做阳虚的自汗，气虚的出汗，所以我们待会儿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好，那再来看精神方面，我们说精神方面看起来没有力气的，看起来整个人特别疲惫的，肯定跟他的脾气虚会有关系。整个小脸啊发白、苍白、发青，这种情况之下，也可以反馈出他的脾胃虚弱。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自己的鼻翼两侧到我们的嘴角，到我们的整个的下巴，差不多一拳头宽的位置啊。你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人这个位置特别容易发黄发灰的，感觉像洗不干净的？我们的女性同胞们看一下，你这个地方是不是肤色明显的暗沉很多，容易去长一些痤疮，容易去长一些痘痘的？好，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肤色的不均匀问题。那大家再看小朋友脸上有没有看到1块2块的那种肤色不均匀的斑块呀？去摸一摸，哎，跟旁边的皮肤摸起来差不多，但是它很典型的就出现了脾虚斑啊。有的小朋友长在面颊上，有的小朋友长在脖子上。如果看到了非常典型的这种斑的，那你也可以去确诊这个孩子的确是存在脾虚的现象了。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面色上面它会表现出来的。面色的青，面色的灰。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脾胃虚弱的表现，就是我们会看到部分的孩子在鼻梁的正中间，在这个2个眼睛的正中间，眉头的正中间有那种青筋，竖着的青筋或者横着的青筋，看看有没有同学是看到过的啊。那么包括有的孩子，他可能一整条青筋一直到我们的太阳穴的位置，非常多啊，非常多，这种现象也是很普遍的。那以上这些症状在成人在孩子身上都有可能会看见。如果你的症状越多，它就代表着你的脾胃虚弱的程度越重。那如果我只是一些简单的胃口方面的、吸收功能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症状的话，说明我的脾胃症状它相对来说比较多，全身症状相对来说还算好啊，那你的程度就相对来说轻一点。那如果以上的这些症状都有，在消化吸收方面的，在全身的睡眠啊、精神状态呀、等等等等大小便方面都有改变，那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症状就重一些呀？所以大家现在做自测，就是看你在这些症状里头占到了多少个啊，占到了多少个。对，有的同学说基本上所有的都有。小朋友如果占到了这一系列的都有的，你就会发现他的生长发育是没有那么的如你的一个意的啊，比如说长得比较的那个慢啊，长得比较的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说脾胃虚弱的非常常见的一些表现是不是以下这些表现？那再来看一下，在成人方面比较典型的有什么？比如我们评论区已经有很多同学在说了，你像我胃胀腹胀的，我是不是属于这种脾胃吸收差的？是的，来一起来看一下成年人的比较典型的症状表现。那我们成年人的话，你包括像有很多的人，他一稍微吃一点东西，他就马上要拉肚子了的。或者你吃进去，刚刚这边才吃进去，马上就要往厕所跑的，
吃饭吃着吃着往厕所跑的，喝一点凉的就要往厕所跑，吃一点水果就要往厕所跑，喝一点牛奶就要往厕所跑的，有没有？有的同学来在底下举手回复我啊，回复我。那这个是不是肠胃虚弱的表现？是的，很典型的胃肠虚弱。当你的胃肠越强的时候，你稍微吃一点刺激性的东西，你不会说马上出现症状。但是你的胃肠越弱的时候，你吃的这个东西非常的温和平和，它一样的也会出现到脾胃虚弱的症状，会出现到腹泻拉肚子的症状。所以这种是不是脾胃虚弱？是的。还有的人每天早上到了这个鸡鸣时分，就一定会起来拉肚子上厕所的啊。我们叫做什么？叫做脾肾阳虚的一个腹泻，大便的一个长期的不成形，它跟我们的脾气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所以在大便方面，成人最常见到的改变就是以下的这些改变了啊。那皮肤肤色方面，我们说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如果你的脾胃好，你的气血生化就充足。我们说气血充足了，面色就会红润啊，就成了万人迷了。那如果我的肤色暗沉、肤色萎黄、皮肤上面长一些斑块、皮肤上面长一些痘痘，跟我的脾有没有关系？是绝对有关系的。你的气血的化生不足了，你的这个运输的功能变弱了，我把这些营养物质输送给我的皮肤的一个功能变弱了，那我没有这些气血的濡养了，我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的肤色均匀了。就像大家平时去挑选那种植物盆栽一样的，你是不是要挑长得最茂盛的，挑树叶长得最漂亮的，挑那个花朵长得最好看的？如果那个树叶都已经枯萎了，那个花瓣都已经快凋零了，你会选吗？不会选。那同样你也会推断呀，你像这个肯定根系营养不好，这个没有养得好，这个土壤的肥料不够，是不是会去推断？所以你看这个人的面色，他表现出什么样的状态，你对应的也能够去推断出他的脾胃的一个情况。所以但凡看到那些肤色暗沉的、面部萎黄的，他的脾胃状态就没有那么的好。好，那刚刚有很多同学说，老师口气重，能不能按照今天的去调？腹胀啊、胃胀啊，特别容易出现一些打嗝的情况，能不能按照今天的去调？可以啊，今天我讲到的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去缓解这种胃胀、腹胀症状的一个穴位，所以大家待会儿认真听。那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在脾胃虚弱了之后，我们说脾胃掌管着身体的水谷精微的运化吸收。那如果我这些水谷精微，水啊、油啊、固态的、液态的，它的吸收不均匀了，你就很容易出现到头发的一个油啊、掉发的一个多，是不是气虚了、血虚了？所以你的这种气血虚的问题，包括你像女性的一些月经问题，你都要把脾胃给调好啊。那再有一个，上眼皮肿、下眼皮肿、黑眼圈大的同学多不多？我们成年人啊，你晚上前一天吃了一些难消化的食物，或者你半夜出去吃了个宵夜，晚上喝多了水，第二天早上起来很容易眼睛去肿，这种是因为饮食所造成的一个水肿问题。但还有一部分人，我昨天晚上明明什么都没有吃，但是我早上一起来，我这个眼皮儿就肿得不得了，而且老半天都不会消，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那这种的话就是跟脾虚有关，大家来记啊。我们的上眼皮代表谁？代表着我们的脾。下眼皮代表着我们的谁？代表着胃。所以你如果是上眼皮，你看这个是不是上眼皮也很肿的？上眼皮特别肿的，它一般跟你的脾气虚会有关。那如果你的下眼袋特别肿的，跟你的胃气的不足会有关。那还有的人说，老师，那我下眼袋发黑跟胃寒有关吗？有关。那包括像一些过敏性的鼻炎的，像一些慢性的鼻炎的，像体质虚寒的很多的患者，他这个下眼袋发黑发青啊，而且还发肿，所以眼袋它也跟脾胃的状况有关。那再有一个，脾主四肢肌肉，如果你经常性的感觉啊，整个人没有什么力气，特别容易犯困，然后呢一天到晚啊这个四肢又乏力，干一点活就挺累的，就想躺着的，这种也是跟脾虚有关的。我每次呢给大家去进行到一些课程授课的时候，就会有老师跟我讲到说，哎，老师，我们每天上午啊特别容易困，听半个小时我就犯困了，是不是现在也有同学已经开始犯困了？所以这种犯困的表现其实就跟我们的脾虚会有关。那还有一部分人是我虚的特别厉害了，我稍微做一点调理我就会开始犯困，为什么？正气提升了之后，身体告诉你我开始要休息了。所以很多的人啊，因为气虚，他就会出现到起床气呀，出现到了这个下午吃了饭之后就开始犯困呢，这种都是跟脾虚有关的。好，
那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就把脾胃虚弱做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梳理啊。但是脾胃虚弱的症状是远远不仅限于以上这一些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消化、你的睡眠、你的一些日常的起居作息，它如果存在典型的不恰当的话，它都会反向的去影响到我们的脾胃。那脾胃虚弱了，它又会导致到更多的症状出现，所以我们说脾胃虚弱，百病丛生，中间是一个循环啊。那你长期的有这些行为表现，你长期的有一些不恰当的饮食作息，它就会导致你脾胃虚弱的程度越严重。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去判断自己是否有脾胃虚弱，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咱们的一个舌头啊，看咱们的一个舌头。那这个舌头怎么去看呢？大家现在可以拿一个这个小镜子出来啊，因为之后你们跟着我去学推拿的话，我是一定会讲到跟舌诊相关的知识。有过舌诊基础的同学，你们平时看这个舌头应该是看的非常多的啊，舌头是辅助你们去做诊断的。那如果你过去是没有学过舌诊的同学，现在认真听了，大家可以拿个小镜子出来，或者打开你手机的摄像头，对准你的口腔，把舌头伸出来，舌尖朝下，把舌头平展。那像这种脾胃虚弱的舌头，它有什么表现呢？舌头的颜色是比较苍白的，两边是有裂纹的啊，你看。这个两边是有齿痕的，舌头的中间有裂纹。那这个图片上面没有看到裂纹，但是你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有的人他中间有一整条的裂纹，有的人呢他是旁边开着那种小叉的啊，这个位置开着这种小叉的裂纹，或者呢整体的舌尖啊到处都有存在那种纹路的，可以观察一下。那么你如果同时存在我舌头的颜色是苍白或者是发黄，有的人就是舌面的舌苔特别厚啊。舌头两边有这种胖大舌、齿痕舌的一个表现，一颗一颗的，这个齿痕越多，说明你虚的程度越重。那么如果你还存在中间有裂纹的，好，整体下来肯定就是属于脾胃虚弱的。有裂纹的同学多不多？多啊！其实这个裂纹就是跟我们的一个脾胃虚弱的程度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了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了。好，全部的同学都去看一下自己的舌头。如果舌头上面是符合这个脾胃虚弱表现的同学，回复1，回复1，相对来说还好的，你就回复0啊，回复0，因为有一部分同学你可能是阴虚内热的，或者有火的，或者是寒包火的，上热下寒的，那你在舌头上面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舌尖红啊，舌头上面有一些小红点啊，有淤血的同学可能还会有一些瘀斑瘀块啊。所以这个舌诊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想学的同学，我们待会儿之后有机会的话，就多给大家讲这些。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快速的做判断的时候，舌诊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好，基本上大家都判断完了。那符合脾胃虚弱表现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带着大家用我们吉氏六经推拿的方法来做实操，学实操了啊。所以接下来第二个板块，前面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跟脾胃虚弱相关的。可能有的同学基础好的，消化的很快。那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学可能是第一次接触的，你就会在想啊，脾胃虚弱这么多症状，我能够1天2天去解决好吗？那脾胃虚弱的形成，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去调的时候，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啊，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我能不调吗？不行，因为脾胃太重要了，所以我的调理是长期的坚持的。在这里，大家去用吉氏推拿去调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以10天为一个周期啊，天天调，每天可以调1到2次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学的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各位同学们，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刚刚在课程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吉氏六经推拿它是传承了100年的，那它跟我们市面上面见到的一些推拿呢，它又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实操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在六经推拿当中，我们的六经是什么？手部的6条经络，手三阴、手三阳、太阴肺、厥阴肝、厥阴心包、少阴心经、阳明的大肠经、少阳的三焦经跟我们太阳的小肠经，这6条经络叫做手六经。那我们在实操过程当中，实操的工具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双手，因为我的双手去感受你身体的气，去感受你身体的温度是最好的，是最直接的，所以我们的推拿都是直接用双手在患者的身上去做实操。那在这里以指代针，不同的手法它就能够发挥不同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的第一步用自己的手在患者身上去做实操。那实操的介质是什么呢？我们操作在患者的这些穴位上面，
人身体上面自带非常多的穴位，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传统经络的这个腧穴就有360多个，但是在六经推拿当中，我们不会让你去记这么多，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特效穴，我们有自己的穴位体系。那在这里，穴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就跟大家开药方一样，每一个穴位它就是不同的一味药。那我通过这些穴位的搭配，我是不是能够组合成一个方子，它就能够解决病痛的一个效果？所以在这里，我们六经推拿它是通过手心、手背的不超过手腕的所有的穴位来做一个调理。那总共的话，穴位的个数会相对来说少一些，总共会有到63个穴位。大家如果要去记这63个穴位，相比较300多个穴位，你肯定更好记一些。那在这63个穴位当中，我们又会提炼出在临床上面用的最多的这些穴位，效果最好的这些穴位，给大家来进行到一个教学。所以在这里，所有的穴位都分布于手心手背，不超过手腕，你不需要宽衣解带啊，操作起来就很方便。那再有一个实操，我们只需要操作一只手，所有的同学现在都举起你们的左手，有实操模特的，待会儿你实操模特的这个左手，没有实操模特的，你就在自己的手上去找穴位做实操，好不好？好，那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实操的第一个穴位。今天实操的第一个穴位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单独的来学习，单独的去了解呢？第一个穴位啊，是我们推拿当中的板门穴。板门穴呢，在传统的经络腧穴当中，它叫做脾经，所以叫做我们的一个鱼际啊，叫做我们的一个鱼际。那所以有很多同学就会说，老师为啥这个吉氏六经推拿的穴位，它的名字都跟别的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单独的推拿的一个体系。好，那大家不管这个名字，先来看这个穴位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的小朋友他有吸收的问题呀，成年人他有胃胀腹胀的问题，那这个穴位它针对这种胃胀、腹胀、呕吐、气促，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疼痛症状，它有很好的一个缓解。那么像小朋友常年的营养不良、肝疾的那种腹部特别大、青筋凸起、四肢又特别瘦弱的那种肝疾的小朋友啊，它也可以去做一个缓解。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它用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大应用的方面就是消食导滞。如果你是属于那种胃胀的厉害的、消化差了的、口气重了的、打嗝然后放屁多了的，它都可以去调理啊，它都可以去调理。所以在六经推拿当中啊，它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自己的一个特效的穴位，给大家去做一些实操的。那今天我们去操作脾胃虚弱的时候，这个板门穴就会带着去实操，在我们的大鱼际的中点。那除了这一个穴位可以去调节这种脾胃虚弱的症状之外的话，我们的第二个穴位叫做脾胃经，它也是推拿当中的一个特有的穴位，在我们的指尖到指根的距离啊。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案，保存好这个方案，所有的人都可以照着这个方案来做实操。我待会儿会带着大家在模特的手上去找一遍，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去找一遍。那现在的话，所有同学你要准备好实操的一个工具。我们呢在家里头去找到以下的这几样工具啊。第一个的话，推拿的实操，我建议大家要找好推拿介质粉。这个介质粉可以是生粉、面粉、淀粉，也可以你家里头现在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按摩粉也 OK， 用粉状的介质会更好一些啊。用粉状的介质会更好一些，不要用油状的，因为油状的很黏腻，而且待会儿你洗完了手，你待会儿推拿完之后10分钟之内是不能够去洗手的，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油状的，你全都用粉状的啊，全都用粉状的。那粉状的介质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温和啊，很温和。我们用这个介质粉主要是去减少一些摩擦，增强一些效果，让你的这个渗透力更好的。如果现阶段手是干燥的，没有出汗的，手部是光滑的，你找不到介质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手汗比较重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粗糙、凹凸不平的，你未来如果要去做实操的话，我就建议你一定要用推拿介质粉，好不好？找一个记好笔，找好这个介质粉之后，做好了实操准备，找到了模特的，没有模特在自己手上操作。准备好了就给我回复一个111，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实操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也会来到模特的身边，带着大家去开启我们今天的实操。好，看到很多同学说没有模特啊，没有模特的话就在自己手上去操作
啊，没有模特就在自己手上去操作。对，这2个穴位的话呢，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来进行到脾胃虚弱的情况的一个调理的啊。你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腹胀的、恶心的、腹痛的，然后有这种吸收情况不好的，它都是可以用这个穴位去调，都是可以去调的啊。对，0岁到100岁的人他都可以用，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的，老年人也可以用，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调理穴位。如果说在实操过程当中效果好的，马上就会有打嗝、放屁等等一系列胃部松解的一个反应。好，我们先找穴位好不好？大家都做好准备啊！没有模特的，在自己身上先找穴位，然后我待会儿也会带着你们实操一遍的，会带着你们去实操一遍的啊。首先第一步是找穴位，找穴位虽然它只有2个穴位，但是在实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次数呀？每个穴位实操多久，其实就是依据它的这个次数去定的。那在方案当中的话，清补我们的脾胃经是300次，揉我们的板门穴是100次啊。那这里的话，它就涉及到了推拿当中的2个常用手法。第一个手法叫做清补法，第2个手法叫做揉法。那我们在实操的时候，刚刚讲到，所有的穴位都分布在手上。一般在实操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3到5个穴位啊，就可能有的时候推1个穴位也可以调理，2个、3个、4个，不超过5个啊，很少超过5个穴位。所以你实操的时候，它其实速度是很快的。好，基本上都做好准备了，对吧？按摩油的话呢，不建议大家用什么一些姜油啊，它主要是待会儿你得洗手。啊，你如果不洗手的话，你现在暂时先用这个做介质也没关系。实操过程它要非常的柔顺的，它不是说黏腻的话，它的阻力就大嘛。所以有的油它有粘性，我就不建议大家去用啊，不建议大家去用。你实在要用油的，你也要用那种纯的，就是纯植物的油，比如说家里头的那些什么茶油、菜籽油，你可以用一下。但我一般都用粉用的比较多啊。你看我的这个是粉状的，我用到的是葛根粉啊，用到的是葛根粉，它要非常的细，然后非常的光滑，这样子在实操过程当中才会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好，所有的同学通通先操作你们的左手，不管是患者还是给自己实操的，优先操作我们的左手。先来找第一个穴位脾胃经。那么脾胃经的话呢，它是在我们的大拇指的侧面，在手太阴肺经上面啊。大家来记传统的经络里头手三阴经当中的手太阴的肺，从大拇指的指尖到大拇指的指根。那在哪个面呢？在我们的桡侧缘，就是侧面啊。你看这个叫做腹面，大拇指的正中间叫做腹面，对吧？那我们的脾胃经是在它的一个侧面，桡侧缘侧面。那画的时候呢，从指尖一直画到手指的指根。这里有2个穴位，一个叫做脾，一个叫做胃，所以你所有的脾胃症状，你都可以去调这个穴位啊。那调理的方向呢，它是一来一回的去实操的，所以大家先把这个穴位标记好，画好箭头，我待会儿会一个穴位一个穴位的做实操。那第2个穴位呢，它就在这一条线的延长线上面，叫做板门啊，叫做板门。那板门呢，我们去找的时候，它是一个点啊，它是一个点。我们在这个穴位上面，它可以用很多的手法的，揉法呀、清补法呀、补法呀、清法呀都可以。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叫做揉法啊，叫做揉法，揉法。所以你实操的时候就是这一个点，大鱼际的正中间，稍微往左一点、往右一点都可以啊。你向下掐的时候，这个地方会非常的酸啊，会非常的酸。现在大家找好了2个点的同学，我接着就要开启，带着大家做实操了。那做实操呢，我们一般呢是手托住患者的一个双手啊，就当这个他的一个实操手。好，首先第一步是先固定他的手，我们叫做握啊握，面对面的给患者做实操，一般以坐位比较多。如果这个患者他不配合你，他不愿意坐着，他也可以躺着，只要他把手伸给你就好了。那我们一般呢操作患者的左手，第一步把患者的手握好，放在我们的胸口到肚脐的这一段距离。肚脐的这一段距离不要抬得太高，也不要放得太低，放在一个你比较舒适的体位。然后推拿师我们实操手是自己的右手啊，大家来看。那么做清补法，我们的实操是用右手的中指跟无名指啊。清补法有2种实操方法，我先教大家那个简单的，中指跟无名指平放，
2个指头呢，中指要回缩一点，因为我们一般中指是不是长一点呀？你就往后缩一点，蘸一点点芥质粉。那么我们的中指跟无名指的指关节稍微弯曲一点，用它的指腹在穴位上面去做实操。做实操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来一回的实操，次数是300次啊。大家先看我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会讲实操的注意事项。那么在这个穴位上面实操的时候，我们是用指腹，用这个拇指，用我们的这个指头上面有肉的地方去实操，你不要用这个指尖，也不要用这个指甲，我们要用指腹，这个指头的肚子啊，指头的肚子，因为这样子推它才能够力道渗下去，它才能够更温和。如果你用指甲去这么推的话，它就很难受了。好，平放在上面之后，力道非常的轻柔，一来一回，1、2、3、4、5、6、7、8。好，第一个穴位已经找到了的，开始实操的同学给我先回复一个111啊，在自己手上也是这么去实操，在自己手上也同样的是这么去实操。好，那么实操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注意一个点，第一个是力度，大家觉得我现在力度重不重啊？很轻啊，我们推在手上有一种痒痒的、麻麻的感觉啊，痒痒的、麻麻的感觉。那有部分的同学你在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有一点打哈欠了，有一点犯困了，有一点手心背心出汗了，这个是正常表现。这个是第一个力度，第二个是速度。速度的话，不要求大家推得很快，有很多同学就觉得这个手法简单就推得很快了。你慢慢来，1分钟一般我们推个60次到90次，不超过150次。这个是我们极式6筋推拿在临床上面的均比较匀速的一个推拿速度。推拿师一般在130次、120次左右，不会超过150次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点，速度。第一个点力度，第二个点速度。好，实操开始。每个同学实操30次到50次左右，操作完毕可以先给我回复1。那在这里做轻补法的时候，它是一个来回的推拿，你看1、2、3、4、5、6、7、8，那一来一回我是算2次的，300次它就是150个回合啊，300次它就是150个回合。实操完毕的同学先回复111，然后我接着来实操第二个穴位。好，你们在自己手上实操的是不是也是相同？我就操作这个脾胃经，操作这个脾胃经，我是不是就在脾胃经上面来回推，对吧？大拇指的侧面，我把手就放在我的胸口上面，放在我的胸前，蘸一点推拿芥质粉，轻轻的啊，不要力道太重了。小朋友、成人他的力道都是相同的。1岁以内的小朋友，你这个就只推100次，就是50个回合啊，50个回合。成年人你就直接照着我方案上面的来推。1岁以上的小朋友，你都按照我这个方案上面的来推就好了。一般一天最少推1次，多的话你可以推到2到3次，任何时间段都可以推。我待会儿还会统一讲一遍实操的注意事项的啊。好，实操完第一个穴位了，接下来实操第二个穴位。第二个穴位我们说要操作的叫做揉法。揉法的话，大拇指平放在这个点上之后，轻轻的去揉，轻轻的，你看是不是它是打圈一样的？定在这个点上，轻轻的去揉，叫做揉板门，叫做揉板门啊。那现在找到这个点，大拇指的指腹，你看还是指腹，不是指尖去掐它啊。指尖去掐它的话，它就会很酸很胀。你们现在可以掐一下看一下，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强的刺激，我就直接搭在上面，轻轻的去揉啊，轻轻的去揉。揉的时候呢，打圈揉，不要移动，不要移动，定在这个点上面。画圈，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啊，轻轻的去揉。次数的话是100次，1、2、3、4，你看我是不是像一个吸盘一样吸在上面了？那力道的话也是非常轻。6筋推拿它为什么整体的力度都不重呢？我们只用到2分力啊，用到全身力气的2分力，它这个轻柔它就可以更好的去调动你的气机，所以我们都是非常轻的。非常轻的，不用太重的啊，不用太重。有很多同学担心太轻了没效果，其实不是这样的。重它反倒对于一些身体虚弱的人来说，他身体是受不了的。所以你看很多人脾胃一虚的太重了，你给他做强刺激之后，他感觉更加的累啊。有的同学在治疗完了之后，怎么感觉今天这么困呢啊？其实就是你的身体的正气跟不上。所以我们轻柔一点，它反倒可以更好的跟你的身体达成一种持平的状态。
好，第二个揉板门已经开启实操的同学，给我回复一个222。我接着给大家讲一下在自己手上实操的注意事项啊，在自己手上实操的注意事项。那我们在自己手上去实操的时候呢，也一样的搭在这个板门穴的位置，记住定好，不要去晃动啊。你看我这个中指是不是在后面手掌的合谷这个位置，我就跟它同步的做一个支点啊。你看我揉的时候，大拇指放在我的板门穴上面，我就轻轻的去揉。我不是用这个大拇指去揉动的啊，我是手臂带动大拇指指腹去轻柔的揉动。好，2个穴位都实操完了，学会了的各位同学呢，我接下来会回到我们的课件上方，给大家先来讲一下我们的实操注意事项，然后待会儿有时间我给大家再拓展这个出汗症状，好不好？有同学来得晚的啊，现在我们演示的是脾胃虚弱的实操方案，2个穴位，一个是脾胃经，一个是板门。所有这种脾胃虚弱症状的同学都可以照着我们方案来实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回到课件来开启实操注意事项的一个讲解。好，那有一部分同学我们可能是想要去了解跟这个出汗相关的，来得晚的，前面的内容没有听到的，待会儿想要去学习出汗相关的调理方法的啊，给我在底下回复一个连字，好不好？我看有多少同学是来的比较晚的。那我们来稍微的复习一下前面讲到的这个方案。前面我们讲到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啊，2个穴位，一个是脾胃经，一个是板门。那脾胃经它同样的名字就有脾胃经，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调和我们的脾胃的。所以你在脾胃虚弱的情况下，或者这个患者有脾胃虚弱又存在其他症状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去用啊，都可以去用，就是这2个穴位。那推拿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啊，大家还想不想学？所有的来得晚的，想要去听有出汗症状的，想要听这个出汗相关的知识拓展的同学，都给我回复一个0。那我接下来是这样快速把实操注意事项讲完，然后带着大家来去学习更多的实操方法，好不好？对，想学的同学都可以给我回复一个想啊，回复一个想字。好，那刚刚的方案大家都保存好，方案可以每天操作1到2次，每次实操的时候，大家呢都可以呢照着这个次数来，1岁以内的孩子把次数改为100次。那推拿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上午、中午、下午、晚上都可以去实操，推拿力度轻柔一点，不要太重。重不是我们的核心，手法的标准、次数的得当、穴位的精准才是推拿的一个核心啊！所以大家记住我讲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那推拿的频次，你如果是一天要推拿2到3次的同学，每2次之间的时间间隔是4个小时啊，左手右手都可以推，但是我们是一般只推1只手，以左手优先。左手不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推右手，因为左为阳，右为阴，它提升阳气更快啊，缓解你的症状，它相对来说它的感受力是更强的，所以我们是优先选择左手。那推拿尽量选用芥质粉，如果你的双手干燥，没有说出很多的汗的情况之下，你没有芥质粉，那你也没关系，先做实操嘛，先做实操，但是你的实操过程要是顺滑的啊，要是顺滑的。好，还是有很多的同学都是想去学，对吧？好的，没问题啊，没问题。那所有想学的同学是这样子的，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好的推拿学习的一个机会。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我的师傅吉亚林老师啊，他在临床上面呢有30多年的时间，他在过去一直致力于这个推拿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小儿推拿呀做得非常强非常大，也是有老师的一份功劳的。那吉老师呢，他为了让更多的家长朋友们，或者说有更多的爱好推拿的同学们，更好的去掌握这个推拿，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只学了一个脾胃的调理方法？但有的同学说，老师，我是属于有牙痛的，我是属于有这种腰痛的，我是属于有鼻炎的，有咳嗽的，我想要去进行到调理，现在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可以去实操，可以去掌握的？所以为了解决大家这些记忆力差呀，找穴位找不准呐，或者没有讲过的病我就不会怎么去实操的这些问题，我今天呢会给所有的同学准备一个体验我们的推拿系统的一个权限啊。那这个推拿系统是什么呢？先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们在6经推拿当中呢，有一个专属于大家的自学推拿的一个系统，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啊。每个同学你们的手机上都有，只要你们是有红杏林的这个学习的 APP 的啊，学习的 APP 的。那在我们的这个红杏林 APP 上面呢，在工具的这一栏里头，大家呢可以，如果现在有的同学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学习系统呢，它在我们的手机里头就相
相当于一个什么？相当于一个私人的健康助理。比方说，刚刚我们讲到，有的同学说，老师我有鼻炎啊，老师我有咳嗽啊，我有这种晚上的这种清嗓子呀，或者我睡眠不好的这些症状怎么办？在这个系统里头，你可以直接根据你的症状，比如说我们有同学是慢性鼻炎、过敏性症状的啊，过敏性症状的，在这个里头，你可以给你自己去建立一个档案。特别是家里头有多口人的，你就非常适合了。有几个人你就写几个档案啊，比如说我这里已经建好了，那我就写我自己啊，选好我自己，选好我自己之后呢，我就可以来根据我自己的情况量身定制我的推拿方案了。因为你看刚刚的脾胃虚弱是不是一个通用方案呀？那比如说在这里，如果我是属于有鼻塞的，我就选鼻塞；如果我是属于晚上12点钟之后咳嗽的，我就选12点；有的人是早上起来咳嗽的，我就选早上起床。这个是推拿系统的一个基础的选择，啊。那面色方面，比如说我是属于那种面色比较暗黄的，面色比较红的，两个颧骨特别红的，我就选择我自己对应的一个面色情况。我的眼袋是发青、发黑、发肿的，我就分别在这个里头去找到自己的情况，是不是根据你的情况去选的，都是量身定做的啊。那嘴唇是什么样的？是红的还是干的，还是属于这种暗红的？大家平时有没有学过这个望闻问切的内容？因为望闻问切是中医学习的一个非常基础的点。那比如说这种舌体比较大的，对吧？然后呢，或者这种舌头比较小的，我们有齿痕的，你选择一一的对应，一一的对应，全部都是一一对应你真实情况。舌面上面有小红点的，舌苔这种黄厚腻的，你看黄厚腻的，直接点选你自己的情况，一一的选好了之后，直接点击获取推拿方案，然后你就会获得专属于你的推拿方案了。你看你的姓名、你的一个时间、你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摘录，然后你的推拿方案的一个实操视频，推拿的一些注意事项、护理意见，全部都会有啊。实操视频全部都是高清的，从定位到实操，给你全部都去做展示。这个系统大家想不想体验？想体验的同学全都在底下给我回复一个响字，啊。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是我们的老师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学好这个推拿，从零基础掌握这个推拿，专门研发的一个线上的学习系统。但是这个学习系统呢，我会给所有的想学的同学都申请到免费体验的一个机会，大家认真听好啊，怎么样去免费的去体验？那这个推拿系统，其实我们平时有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一些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去开通299一个月啊。我们过去可能价格更高，但是现在的话，如果大家想体验，我就给大家去申请体验的一个机会啊，那六经推拿的话呢，我们平时在应用的时候，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系统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病症、很多的情况、很多的身体的症状表现？只有这样子去选的时候，你才能够一一的对应，你才能够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个人定制方啊。那这个系统在红杏林的 APP 里头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下载红杏林的这个 APP。那我们六经推拿的话呢，它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今天在课堂里头的所有人、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们，你们都可以去接下来运用这个手法。调理时间非常的快啊，一般2到3个穴位，不超过5个穴位，每次的调理差不多就是5到10分钟，小朋友也可以操作，中老年人也非常适合。那再有一个就是它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因为咱们今天只体验了一个脾胃嘛，对吧？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脾胃之外，因为它呢是一个内源性的调理的这种方法啊，它是可以从内向外，然后我们的一些常见的内科问题，然后我们的一些体质问题，常见的一些急性的症状，它都可以去改善。老年人的妇科的一些问题，它都可以去做集中的调理。所以大家也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我们的一些皮肤问题、头面问题，像一些体质问题，小朋友的遗尿、黄疸啊、多动的情况，还有我们的一些鼻炎、气管炎，然后一些腹泻、胃胀的等等的一系列症状，它都可以去做一个调理。那我看到有很多的同学都是想继续去学，还想去体验的啊。待会儿我还会讲一个出汗的调理，所以大家呢，待会儿耐心的等待。那今天在我们的公益课堂上面的话，为了让所有的同学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到这一个小孩、成人、老人都能用的非常好的100年的非遗技术，我在课堂上面给各位同学们带来新福利了啊！带来新福利，可能过去你要自己去做一次推拿都要上百元，都要好几百块钱，但今天的话呢，我们在课堂上面会给大家一个超惊喜的大福利，让你们学会一整套的调理方法，拥有一个好的健康系统，自己来体验这么好的技术，来体验这门纯手法调理的一个技术，好不好？
好啊，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超值的福利，就是咱们集市推拿的初级班啊，最少都是39.8块的课程，今天竟然只需要19.8块啊！很多同学听小王老师讲课都很开心啊，这个课程真的太好了，0到100岁的人都可以去调理，太实用了又简单，对不对？那我们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进行一个抢购，现在就只有70多个名额了，100个名额啊，现在就已经只有70多个名额了啊！那要抢购的同学还不会的话，我来教一遍啊。点开我们评论区的抢购链接了以后，你就可以赶紧去抢购。那点开抢购之后呢，你再去提交订单就可以了。但是在提交订单的时候，它会有报名信息弹出来，需要你填写，你就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姓名、手机号和地址都去填一下。填完之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然后中间保存一下信息。信息保存成功之后，你就可以去提交订单支付，支付成功就能够报上名了啊！你看今天19.8块就能够去学习了，真的是难得的福利啊！同学们要的话，一定要赶紧去抢，只有62个名额了，60多个名额了，非常的快，一下就几十个人抢到了啊！那我们的集市六经推拿的初级班究竟学什么呢？啊，我们是有基础的理论，也有基础的诊断，还有手法精讲，还有病症专题。比如说我们的基础理论会去了解集市推拿的调理思路，还会去了解它的一个整体观思维以及辨证论治。那我们就会进入到基础的诊断，在临床上面诊断的这些知识，我们在集市推拿初级班能够去学到。另外就是去辨别体质的寒热，在我们的集市六经推拿初级班也能够去学到。而且我们的手法呢，5种推拿手法都会给大家去精讲，而且它会去结合我们的这个穴位和手法一起去给大家进行实操演示，并且呢，我们还有相关的病症调理专题，比如说你有这个便秘呀、腹泻问题，或者是说你家里孩子有的，对不对？或感冒积食问题，我们都可以直接上手去调理。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啊。那具体的课表呢，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课表的话，也是最早开课的一期班级了，因为你如果错过的话，我们又要等很久了。要报名的同学呢，一定要赶紧去报名，今天只需要19.8块的一个价格就能够去抢到了啊。那我们的推拿初级班的话，刚刚也给大家去讲了理论诊断调理的方法全部都有，对不对？那这个课表呢，我们的老师也发在有讨论区里面，你们可以保存起来啊。感冒积食的调理方法啊，便秘腹泻的调理方法，包括手法的纠正指导、望诊、闻诊、触诊的基本知识，以及判断体质的方法，全部都在我们的推拿初级班当中啊。要报名的同学呢，我在最后教一遍啊，因为名额已经过半了啊！要报名的话，一定要下手快一点点。点开抢购之后呢，去赶紧提交订单就行。提交订单的同学呢，也要注意报名信息弹出来之后，你要赶紧去填写好姓名、手机号和地址。填完勾选阅读同意以后，保存，然后去进行一个提交订单支付，支付成功就能够报上名了。好，已经报名成功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给我回复一个已报名啊，回复一个已报名。对的，这个是课程安排，课程安排一定要听好啊，一定要听好。那今天报名的所有的同学，刚刚我讲到了，我会给所有同学去开通到我们的学习系统的使用权限。那再有一个，我会给所有的同学都配套一本推拿初级班的学习讲义啊。那这个学习讲义里头的话呢，图文并茂，所有的手法类的知识，所有的我们在课堂上面讲到的这些实操类的知识，以及我们讲到的这些辩证的一些内容方法，都是临床上面最真实的图片，都是我们的一些临床上面会用到的知识，在这个里头都有。一本课程讲义是会给大家包邮寄到家的，所以你们的地址一定要写准确，好不好？你们的地址是一定要写准确。那再有一个，我会给大家开通299元的这个推拿系统的使用权限，到时候大家报名成功，我们开课期间就能够直接去用了啊，就只能够直接去用。那我来问一问，我们直播间里头14岁以下的孩子的家长有没有？有的在评论区给我回复一个1啊，回复一个1。我会把我们今年的最新的24节气扶阳助长，就是让孩子长高、长胖、长壮的这个推拿方案啊，直接会给大家在课程里头给大家去开通。我们在线下推拿师去给孩子做这个扶阳健长，一个季度最少都要1800多块钱，所以我们直接把推拿方提炼出来，等你学会了推拿之后，照着这个给孩子去做全年的扶阳助长，也能够帮助孩子长高长壮的啊。
那再有一个就是老师呢会把他在6周年年会上面讲到的这一堂急性乳腺炎的课程，给大家在我们的上课期间也进行到整体的一个授课啊，整体的授课能够享受到的就是695元的整体的学习大礼包，我觉得很超值，而且还会有一个全程15天左右的沉浸式的学习。真的是我们现在也只有非常沉浸的19个名额了，只有19个名额哈。那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名，只有19个名额，名额不是很多。那待会儿的话呢，我还有学习任务，因为我说了要带大家去学什么，拓展，对吧？复习一下我们刚刚的内容，去拓展一下我们还能够用到的方法。那刚刚我看到有很多同学说是有出汗症状的，白天出汗多的，晚上出汗多的都特别多，对吧？都特别多。好，那我待会儿就会给大家去拓展这个跟出汗相关的内容。那这个学习系统啊，到时候在红杏林的 APP 里头都有，每个同学报名成功的都能去使用。每位报名成功的同学，我都给大家申请了开通的。学习期间你们就能够直接去用啦。那在学习期间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会到时候重点去抓的，就是实操。实操手法我一般是怎么样的呢？我会让每一位助教老师、带班的老师给我帮同学们一个一个的去过关啊，一个一个的去过关。我们每次学完了新的知识，学习群里头都是大家的实操视频、打卡视频，非常的有氛围。所以你担心自己啊没有时间、有惰性的，你跟着我们来学，你也能很好的克服这种惰性。那你说老师我基础差的，我担心我学不会的，不要有这种担心啊，因为绝大多数的同学他都是跟你一样零基础来学这个推拿的。那我们在线上学习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花最低的成本学最真实的技术，所以同样你跟着我们来学，你能够还原到这个推拿手法的最本真。我们通过这种视频的指导、远程的指导，或者会通过对你的这种整体的实操情况的一个指导，来帮助你去纠正错误手法，达到很好的推拿效果啊。所以报名成功的同学之后也要做好跟我们一起长期练手法的一个准备。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到课程讲义，刚刚也给大家看了，每个同学都有的啊，把赠品都保存好，大家记一下，到时候你收到快递呀，开启学习之后，你就对一下，看看这些礼品都有没有啊，礼品都有没有，课程是会给大家直接去开通的。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推拿课程的一个情况，有不明白的同学还是可以继续提问的啊。对的，报名成功的同学，到时候在学习期间，你就可以直接去用我们的这个推拿系统了，直接可以去用啊。那这个扶阳健长的，它其实就是我们全年的长高的方案，全年的长高方案，而且我是实时去更新的。快到了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就会去更新它对应的这些推拿的方法啊，推拿的方法。因为我们一年是分24个节气，其实每个节气它的一个方案都不一样，所以你平时你要带孩子去门店里头，到了节气到门店里去做推拿，做一次推拿好几十好几百，那我们的话是全部给你分享掉，你学完推拿之后实操过关了，你就能够照着这个去，每个季度每个节气你都能够给孩子去做调理了啊，而且它是你只要一直在我的推拿课程里头，我就会每一年去做更新的。每一年都会去做更新，它不是说我只给你更新今年的啊，不是这样的啊，你只要一直在我们的课堂里头都可以的，好不好？好，那所有的同学们，报名成功的同学们，或者说你正在犹豫想要去报名的同学，推拿真的非常适合大家，特别是我们也只剩最后8个名额了，最后8个名额，对，特别是像我们的一些宝妈、宝奶奶啊，如果大家想要成为家庭守护师的，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给家庭去减轻一些压力，给你的子女啊，给你的孙辈啊，去带来身体健康的话，推拿很适合啊，推拿很适合。而且我是希望大家真的是每个家庭有一个会推拿的、懂推拿的，能够去直接上手的，因为推拿它没有任何的场地限制。我在这儿，我稍微有点不舒服，我直接上来就推拿了啊，直接上来就推拿了。他不会说还让你去找一张床啊，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或者一定要让他宽衣解带，不需要，全都很方便。上来就能实操了啊，好不好？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超值优惠福利了。所有想学的同学，你就直接去报名啊，话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接下来继续带着大家做实操啊，继续带着大家做实操。那刚刚的实操方案，大家还记不记得都学会了没有？没有看到前面实操方案的同学，来得晚的同学，给我回复一个000，我来给大家稍微简单的、快速的总结一下啊，快速的总结一下啊，好，付不了款的同学，你们就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的信息没有填完全啊？有没有填完全？成年人、孩子都适合，0到100岁的人群都适合。那么除了我刚刚所讲到的这种脾胃虚弱的调理，
像我们的一些急性的症状，像我们的一些慢性的病症，它都可以去调理啊。那我们现在在调的过程当中，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一些小儿的常见病，一些中老年人的一些常见的3个问题、4个问题，其实它都可以用推拿去参与到它的一个调理。所以大家很担心，老师我这个症状能不能调？一方面的话看你整体的症状表现，一方面的话看你的实操啊，看你的实操，因为推拿它是一个适合于长期调理的技术，长期调理的一个技术啊。好。还是有很多的同学是前面来的晚没有看到的，对吧？没有看到的同学是这样的，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前面我们的实操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板块讲到的是脾胃的一个调理。那脾胃的调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呢跟大家讲了脾胃的一系列的表现，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在消化吸收方面是有典型症状表现的，在整体的体质健康方面是有典型的不足的，比如说经常腹胀、恶心、难受的，虚弱无力、经常犯困的，对吧？肤色不均匀、面色暗沉发黄的，那这一系列的它都是属于有典型的脾胃虚弱的表现的。那你一旦有了这个脾胃虚弱的表现，我们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你就能用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方法。那方法是什么呢？方法是我们的吉氏六经推拿的方法。那六经推拿在这里我们用到的是2个穴位，一般我们的实操最多用到不超过5个的一个穴位，所以整体实操是非常的快，3-5分钟你基本上就实操完了啊。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脾胃调理的一个穴位的话，第一个叫做脾经，第2个呢叫做板门。那么一个穴位是位于我们的大拇指的桡侧缘，大家可以看啊，大拇指从指尖到指根的这个距离，我们做一个一来一回的推拿，一来一回的一个推拿。那第2个呢叫做板门穴，在我们的大鱼际的正中间做到一个揉法，做到一个揉法啊。有模特或者没有模特的都可以实操，我们在自己手上都可以去实操。来，我再带着大家实操一遍啊，再带着大家实操一遍。来，给我一个笔啊，我就直接在这儿在自己手上去实操了，在自己手上去实操了。好，首先我先来带大家找第一个穴位脾胃经，快速一点啊。来得晚的同学，你们要跟上我们的一个速度啊，跟上我们的速度。好，第一个穴位叫做脾胃经，从指尖到指根，先画好，这个是咱们的第一个穴位。这一段啊，这一整段，指尖到指根的距离。那我们的方向呢，它是来回的去推，来回的去推，先找好，先画好。这里叫脾经，这里叫胃经，所以我们把这一整段叫做脾胃经，它是手太阴肺经的一个穴位。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手太阴肺经，我还要叫它脾胃经啊？来，各位同学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手太阴叫做肺，请问足太阴经叫做什么经络？知道的同学可以在底下写出你们的答案啊。那这里找好了脾胃经之后，我要推，用什么手法来推呢？用轻补法去推。手掌心你们可以摊平，中指无名指的指腹，你看啊，指腹是哪个位置啊？是不是这个指头的肚子的位置？好，在穴位上面来回的推，力道轻柔，速度均匀，一来一回算2次。对的呀。足太阴叫做脾嘛，所以它虽然这个地方是手太阴肺经的循行经过，但是手太阴肺经它有一条同名经叫做足太阴脾经，它们都是太阴经，是不是还是一家人啊？一家人，所以我这里地方叫做脾胃经，它就有很好的调理脾胃的一个效果啊。对，理解的很快，很棒啊！看来这一部分同学是有经络基础的，到时候你们学推拿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学得非常的快速的。好，来回推，1、2、3、4、5、6、7、8、9、10，一来一回算2次。操作完毕的同学回复一个111，力道很轻，推左手为主。当然，如果说你习惯性左手操作去推右手也没问题啊，只是说我们更推荐大家优先操作左手。好，中指无名指一定要弯曲一点，不要太绷硬了啊，不要太僵硬了，不要太僵硬了，我们弯曲一点，一来一回的推，一来一回的推。好。对，大部分同学都跟上了。脾胃虚弱的情况，还有包括一些消化不良的情况，你吃多了胃胀的情况，或者你胃口不好吃不下的时候，你都可以推。或者你想去外面这个打牙祭的时候，想要多吃一点的时候，你也可以提前推一推开胃啊，可以开胃。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脾胃经。第2个穴位叫做板门，板门的话呢，它位于我们大鱼际的正中间。你看啊，这一整块它都是大鱼际，对不对？这一整块它都是鱼际，那我们呢推的这个位置是大鱼际的正中间，
这中间的一个小圆圈啊，你看是不是像眼睛的眼球的位置？好，那我们去操作这个穴位的时候呢，用到的是一个揉法啊，用到的是一个揉法，直接放在这个穴位上面。比如说我们最多的就是手反过来，轻轻的去揉，轻轻的去揉啊。揉的时候呢，在皮肤的一个表面定住，不要太动，不要去挪动，不要去这么打圈，定在这个点，你就定在这个点了，轻轻的去揉，垂直向下，不要用太大的力气，不要用指甲去抠，不要用拇指去摁，轻轻的搭在上面去揉。那这个揉的话呢，它对于一些恶心、呕吐、腹胀、难受的，它都可以有很好的缓解。有一年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啊，因为他要去发表他的一些这个感受啊，他在上台之前就一直在反胃，一直在恶心。然后我就是给他揉板门，揉到100次的时候，打了几个很响亮的嗝，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出了很多的汗，然后他就不紧张了。它其实不是一个痉挛呀，所以我们同时，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特别容易紧张的、特别容易打嗝的、容易腹胀的、容易胀气的，你就可以平时多操作这个位置啊。好，揉板门的次数是100次，操作完毕的同学给我回复一个222啊，回复一个222，看看实操还有没有问题。对的，操作完左手就不需要操作右手了。我们每次实操只操作一只手，不需要2只手都操作啊，不需要2只手都操作。那么次数就是300次的100次。小朋友，你就把这个脾胃经改成100次，好不好？1岁以内的小朋友改为100次。如果你是成年人，你想要多增加一点次数的话，每个穴位它不能超过500次。每次实操的时候，单个穴位的实操次数是不超过500次的，能明白吗？对的，明白了，没有问题的。实操 OK 的同学都给我回复333啊。实操一天当中可以操作2到3次，任何时间段都可以。然后在实操之后10分钟不要洗手，当天正常洗澡。当天正常洗澡，推拿完不要马上喝凉水，不要吃生冷寒凉的食物，记得避风保暖。好，没问题的同学先回复333，我接下来先给大家拓展一个知识点。拓展什么呢？刚刚我们讲有很多同学出汗的，对不对？出汗的话呢，在我们的6经推拿里头有一个穴位，它是专门针对这种白天出汗多、晚上出汗多的。那现在前面的穴位实操没有问题的同学，来跟着我一起去找了啊。那么这个穴位叫什么呢？这个止汗的、敛汗的、有收敛作用、收涩作用的穴位叫做肾顶穴，它是在我们小拇指的最顶端。大家看啊，你先从这个小拇指的指根顺着它的指腹往上走，你看我们的指甲盖是不是在这儿？指甲盖前缘跟这个指肉啊，跟我们的这个指尖相交接的这个最尖端，是不是大家说靠近石宣的位置？石宣穴是不是每个指头都有一个？你看它这个肾顶，它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不是在指甲上面啊，它是在肉上面最顶端。这个穴位它对于出汗的患者有很好的帮助作用，所以你就在我们脾胃虚弱的基础之上，你加上这个肾顶穴，加上这个肾顶穴啊，来再找一遍，从这个小拇指的指根上去，在它的一个最尖端、最顶端，指腹的位置啊，对，指头的最顶端。你有指甲的同学，你就得把指甲剪掉，你才能推到这个穴位。找好了吗？对吧？找好了穴位的同学来看手法，大拇指轻轻的压在这个穴位上方，揉，揉它，就我们刚刚讲到的揉板门一样的揉法，揉100次，揉200次，揉300次都可以。出汗的同学啊，加上这个肾顶，顶是顶端的顶，楼顶的顶啊，肾是我们所说的五脏六腑里头的这个肾，肾顶穴轻轻的去揉，轻轻的去揉。对，来个模特儿。如果你要给他人去实操的时候，你就直接把他的手拿过来，你看，捏住他的这个小拇指，大拇指放在顶端，轻轻的去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操作200到300次，很方便的，很方便的啊。好，穴位找好了，没有问题的各位同学，回复一个555啊。白天出汗的，晚上出汗的都可以去操作这个穴位。然后的话，你们可以在操作完了这个脾胃的保养的方法之后，你接着再操作100到200次这个肾顶穴都可以。晚上盗汗的同学也可以去实操。白天自汗比较严重的同学也可以去推。1岁以内的小朋友的话，我们的这个次数就是在100次以内。超过了1岁的，你就可以推个300次、200次啊，好不好？成年人最多不超过500次，不超过500次，因为我们6经推拿基本上
每个穴位的实操次数就是200到这个500之间，也不会超过500次的啊。是的，出汗的同学都可以用，对，出汗的同学都可以用。那我看到有很多同学在问其他的一些实操方法的啊，以后我们会讲，在课程里头我会系统性的跟大家去讲，因为今天的课程时间有限嘛，你看我还有一个板块没有讲完呢，那我们要讲到的第3个板块呢，叫做养护篇。因为你去养好脾胃，它一半是靠调，一半是靠养，养的成分更大一些。你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做这个推拿了，让你去改善脾胃情况，你是不是还得日常去保养好？我一方面让你调理，你另外一方面天天在挥霍，那你是不是脾胃还是会损伤？所以我们养护篇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养护篇是怎么去做，怎么去调理我们的脾胃的。那在我们自己的门诊部里头，包括吉老师的这个整个的疗法里头，我们会用高敷的方法去调这个脾胃，也会用一些艾灸的方法。高敷是什么？就是贴穴位贴啊，中药熬制的这种穴位贴。因为老师家里头有非常多的秘方啊，所以我们还会用中药敷贴的方法去参与到一些调理的过程。那日常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像这种艾气贴呀，来去调理自己的一些脾胃湿热比较重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的，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长期坚持去做的，第一个就是从饮食方面。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去做一个调理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健脾养胃的食材，大家是可以多去吃的。那首先第一个，如果你要养好脾胃，你平时千万不要吃凉的东西。那这个凉，生冷寒凉呢，它不仅仅是指食物的温度凉啊，比如说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我们一般要恢复室温或者加热了去吃。这里的生冷寒凉的话呢，它还指食物的一个性味归经。性味归经就是食物的身份证，它的来自哪个地方，它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食物它是热性的还是凉性的，我们都可以从食物的这张性味归经的身份证上面去看。那我们一般不建议这种寒性体质的、阳虚的、脾胃虚弱的，你去吃寒性多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大家现在最常的就吃一些像香蕉啊、火龙果这样的，它其实属于凉性的啊。如果你本身身体比较寒的，你就不适合去吃太多，因为你吃了，你慢慢的就会加重你身体阳气的一个消耗啊，那再有一个的话，你越是脾胃虚弱的，你那些营养过剩的东西你就要少吃啊，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红枣、白扁豆啊这样子有健脾效果的一些食材啊。那生病期间，你就尽量不去吃生冷寒凉、肥腻厚腻的这些食物。那我们最好是顺时生活，因为中医讲究三个什么点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第一个是因人制宜，是最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说推拿系统它可以一人一方？这个就是因人制宜。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树叶，所以为什么学推拿它能让你掌握一个专属于你的调理方法呢？因人制宜。那第二个呢，就是因时制宜。我们建议大家按照时令去吃。你看我们的24节气的这个长高的推拿方，它是不是根据节气的变化去定制的？这个叫做因时制宜。第三个的话就是因地制宜。因地制宜呢，是某些地方它具有一些地域的特性，比如说我们的岭南地区的人，他这种瘴气重、湿气重，他就会经常去吃一些祛湿的东西，对吧？会喝这种凉茶，对吧？那我们北方地区寒气重，他就会吃一些小鸡炖蘑菇，热性旺的，吃一些肉类的食材。所以因地制宜3个啊，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个都是养生的一些最基础的原则。那我们平时吃饭最好是7分饱。记住一句话，要想小儿安，3分饥与寒。早上吃得像皇帝，晚上吃得像乞丐，这个对于脾胃来说都是有帮助的啊，都是有帮助的。那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几个食养方，好不好？首先第一个食养方的话呢，是可以运用在孩子跟成人身上都可以的，2岁以上基本上就能用了。食材直接告诉大家，自己平时日常可以去做啊，平时可以去做，它是一个很好的调理脾胃的一个食疗方，调理脾胃、养脾胃的。给你的脾胃增加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食疗方。你看啊，里头的话呢是山药、芡实、白扁豆，跟男性人就是甜性人为主啊。有的一些大家不要买苦杏仁，买甜杏仁。男性啊，各10克，去药房直接买就好了。有一些干货店、炒货店也有这些食材买。然后是少量的一个银耳，银耳呢先用热水泡，泡完了之后把所有的食材放在瓦罐里头去炖。一般我建议大家炖久一点，1到2个小时，小火慢慢的去炖。给它把这些所有的食材炖软啊，炖软，非常的软和了，你再去吃，它消化吸收就最好。记得一定要喝汤，多喝汤，少量的吃里头的这些食材都可以。那
我们一般的话呢，你每个星期可以喝2到3次，2到3天啊，2岁以上就能喝了啊，2岁以上基本上就都能喝了。好，这个食疗方大家先保存好，保存好了同学先回复1啊。所有的食材在我们的药房药店啊都可以买到，对，都可以买到。我们是没有给大家配好的啊，因为这些食材都比较的简单嘛，大家去哪都能买到啊。好，对，都是干品，都是干品。干品买回家了之后，你前面你要用的时候稍微用水冲一下，然后接着就在瓦罐汤里头去煲就好了，煲软一点。煲软一点更好吸收啊，更好吸收。能够吃这里头的所有的渣的，你就给他把渣都吃掉。小朋友不愿意吃里头的药渣的，你就让他喝汤就好了，喝汤就好了。它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没有太大的药味的，微甜啊，微甜啊，可以加一点冰糖，加一点冰糖也没关系。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食疗方。那第二个的话呢，我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动阳。动则生阳啊，脾胃它是一定要有阳气，要有能量，你的肌肉才会有弹性啊，你的整个人才会有活力。那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八段锦的这一节调理脾胃虚单举，双手的上拉下按，上托向按啊，它可以更好的帮你去拉伸你的三焦，上焦、中焦、下焦啊。有没有同学念过这个八段锦的？如果你不能长时间站立的同学，你也可以坐着去做啊，坐着去做。我们双手站好之后，2个膝盖微微的弯曲啊。这个的话，很多同学都念过，我就只讲一下一些注意事项。那左手向上，右手向下。我们在拉的时候，你的掌心向上用力去撑拉你的2个手啊，2个手，同时你的手头呢要向上拔升，感觉你的身体是被拉开的，感觉你的身体是被拉开的。每一次维持个2秒钟左右，然后再回到小腹前。你刚刚第一次做拉伸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你有那种手麻呀。整个的中焦好像被这么拉扯开，像个弹簧一样扯开的这种感觉啊。那脾胃不好的、虚弱的同学，你们就可以每天多念一念这一节啊，每天多念一念这一节。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的传统功法里头调和脾胃的非常常用的一节，而且真是效果不错。你单练这一节，每天重复30次，对于你的这种脾胃状况的改善都是很好的啊。对，都是很好的。都明白了吗？大家自己日常去做，当然你能够八段锦从头打到尾也不错啊，也不错，它肯定是对你们有帮助的啊，肯定是有帮助的。好，那刚刚我所讲到的所有的方法，或者我讲到的这些方法，大家今天有没有收获？有收获的同学可以在底下给我回复一个有收获啊，因为我还是强调，在我的课堂上面，你一定是能够收获到一些干货的。那今天不管是推拿的方法，我讲了脾胃虚弱，拓展了这个我们出汗的一个情况啊，没听到的同学，待会儿课后要是咱们今天的直播有回放的话，回过头去好好听一下，实操板块一定要好好的去掌握。那我看到大家都有收获，那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啊，接下来也能够加入到我们6经推拿的一个队伍当中来，跟着我一起好好的用推拿改善家人的一个体质健康，好不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学习推拿来说，对于我们的全家人，他都是能够受益的。我最喜欢跟我的同学们、学友们啊讲的一句话就是，学中医它是能够去改善我们的3代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每一年在暑期的时候我都会开展的一个班级，叫做少儿的中医启蒙班。那为什么我要去开展这个中医的少儿启蒙班呢？因为我真的觉得中医的传承，它一定是要从娃娃抓起的。那我们在每一年的少儿的传承班里头，都会给他们教推拿，让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让他们学习这些操作的方法，因为在未来他才会更加好的配合家长一起去改善自己的体质，在未来的成长当中，学了中医一定能够对他产生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未来大家有机会加入到推拿的学习当中来的话，有时间的、有条件的，暑假的时候啊，带着孩子来我们的少儿班学习推拿，学习这些跟中医相关的一个知识。那再有一个的话呢，我们所有的同学，不管你是想给自己调的，还是想要去更好的传播中医、传承中医，自己去开门店，提高自己的一个收入，或者想要去把自己目前在临床上面无法攻克的一些问题去做一些攻克的，大家都可以去跟着我们来学习。因为第一个，我的师傅吉老师啊，他呢从他自己进入社会开始，他就一直是在临床上面工作的。老师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为医者不可一日为无临床"。所以我们在课程里头教到的所有的知识，也是我们自己每天在临床上面去实践的知识。所以如果你想学一门天天在临床上面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去总结的这样的一门好的技术的话，
大家就可以义无反顾的选择我们的6斤推拿了啊，选择我们的6斤推拿了。所以这么多的人他都在学习推拿，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他都明白学习中医对自己身体的一个影响，大家又在等什么了啊？所以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加入到我们6斤推拿的一个学习，好不好？未来你们能够学会到的是，第一，解决自己身体问题的方法；第二，守护全家健康的一个方法啊，好不好？好，那我看我们名额已经抢完了，100个都抢完了。名额已经抢完了，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啊。在互动区好像有同学没有抢到，没抢到的是吧？好，对，学习机会真的非常难得，特别是我们这么有缘分啊，能够在这样的一堂课程上面互相的认识。那所有的同学是这样的，如果呢你是属于想学，但刚刚呢错过了我们的这100个名额的同学，你在底下给我回复一个1，好不好？回复一个1，我看一下有多少同学啊，有多少同学是没有报上名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学习的机会都是同等的，但是呢，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多同学都扣了1，很多同学都扣了1，对吧？那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加一点名额吧。我给大家加，因为我们刚刚的话差不多是100个名额，我们现在给大家再加30个名额，好不好？加30个名额，还想学习的同学，我们最后的30个秒杀的价格。那待会儿的话呢，我会邀请到我们的主持人老师，把报名的方法，把接下来的学习的安排给大家再来做一遍详细的解释。那希望大家今天的课程听完了，一定要是有收获的，实操方面一定要是做坚持的。那现在的话呢，老师帮我加好链接之后就发出来啊，就发出来。我们只有最后30个名额了。好，最后30个名额。那最后3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放到评论区了。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我的这个接力棒先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老师，让他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去报名，去演示一下报名的方法，好不好？好的啊，那接下来有请主持人老师。好，感谢小龙老师今天的一个辛苦讲授啊！那想要跟着小龙老师继续到我们的集市推拿初级班去学习的同学，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购了。我们增加的名额呢也所剩不多，还有很多同学都在点击抢购呢。毕竟我们今天19.8块，你就可以去学到集市推拿的基础班课有7级，而且我们还直接包邮送一本咱们的纸质讲义，还有咱们的小儿助长方，24节气全部都有，1整年都包圆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精细化的服务，比如说直播答疑，还有实操带教，还有1对1的指导。另外，认真去学习的同学，我们还可以去解锁一些额外的基础班的福利好课。当然啊，所有的一个特惠福利都仅限在今天晚上直播间我们能够去享受到啊。那要报名的同学呢啊，现在还能够去抢购，赶紧去点开我们的抢购去提交支付。提交支付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报名信息要填写正确，才能收到我们的纸质讲义。像你的姓名呀、手机号和地址依次填完之后呢，你也要保存一下信息。保存之前呢，要在我已阅读并同意这句话前面打个勾，你才能够保存成功。保存成功之后呢，你再可以回到我们的确认订单。这个时候你再去点击我们右下角的提交订单，就能够去支付了。支付成功，报上名，恭喜你成功的以19.8块的特惠价格抢占上了我们的今天直播间福利啊！其实集市6斤推拿的初级班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除了我们的福利之外的话，我们的课程内容也很超值。那比如说我们学习集市6斤的推拿的话，你可以有除了推拿方之外，还有对应的一些实验方法。那像我们的课程当中的话，是推拿跟实验一起结合啊，内调外调都有，对不对？那我们的调理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呢？那肯定是当然的，对不对？那关于这些相应的调理的方法呢，还有我们的实验方法呢，都在我们的基础班当中可以去学到。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课程呢，它是趣味教学，不会很枯燥无味，你就学习的更轻松。除了说我们的老师讲课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学习活动，比如说实操大赛，比如说识图辩证，比如说脑力风暴啊，趣味知识竞赛啊，那这些都是我们后续去继续学的同学能够去参与其中，能够去拿到的一些福利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课程的话，还有一些专享的服务啊，除了说我们的主讲还有助教，对不对？那一些同学担心自己年纪比较大，担心学不会，担心没有基础，怕跟不上课程进度的同学，或者说平时工作忙，怕时间有冲突不能及时来看直播的家人朋友，你都可以去报名啊。因为我们的学习群是有专门的老师去辅导大家的。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会给大家去答疑，扫清学习上面的一些难点，而且我们也会去互动实操、互动答疑。课后还会帮助大家去进行知识的巩固，这样就非常好了。另外，我们还给大家赠送有学习资料，学习我们的这个课程后呢，它是直接有这个总结，那你的学习也会更有保障，并且呢，我们的课程直接有1年的无限次数的一个回放权限。我们有直播加录播的一个形式的话，你学习起来也会很灵活、很轻松。而今天呢，价值695元的学习资料啊，我们的课程都直接赠送给大家啊。那里面包含了我们的配套纸质讲义本，是咱们集市6金推拿初级班的一个课程内容，它是图文并茂的，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文字之外，它是有对应的一个图片，帮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技术内容的啊，所以同学们可以放心。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价值299元的学习期间的推拿系统的使用权限。如果你不会辩证，但是你想帮助你家里的孩子调理身体，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对应的一些舌苔道啊、便便照呀、皮肤照呀，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去获得对应的推拿方法，还有调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另外的话，还有价值199元的2024年1整年的扶阳助长推拿方法啊。那我们这里的话是有24节气啊，每一个节气顺时养生啊，顺时的帮助孩子去长高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毕竟我觉得身高问题还是很值得各位家长、各位爷爷奶奶，对不对？外公外婆或者说爸爸妈妈去关注，对不对？那另外还有报名成功的同学呢，我们直接有赠送价值99元的吉老师6周年专场直播的调理急性乳腺炎的一个课程，只有最后10个这个都是名额了送给大家的啊，名额不多，先报先得啊！想要报名同学赶紧去点开我们的链接去抢购去报名，但是报名一定要填写好正确的资料，我们的纸质响应才能够送到你家里面。不然你到时候就可能收不到货，那就不要怪我们了啊！所以地址信息一定要填写正确。如果这个地址信息有问题的同学呢，一定要尽快的去联系一下今天给你发听课链接的老师，去进行一个课程这个地址信息的一个修改。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其中去学习，不管是你现在有问题想要去解决，还是说你现在目前没有问题，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中医思维，就是说学会防患于未然。《黄帝内经》都有提过，不治已病之未病，不治已乱之未乱。这句话的意思呢，它是不只是说要调理现在已经有的这个症状，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去调理还未发生或者是说即将发生的一些问题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呵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我们传统的一些中医的话，其实都是提到的预防大于治疗啊，也希望每一个学习中医技术的家人或者是家长朋友们都要有这个观念，这样我们家里的孩子都能够少生病啊。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呢，也基本上到此结束了。还有同学不会报名的话，我最后教一遍，如果有问题，我或者是说小龙老师没有解答到，课后可以去找咱们的助教老师去咨询啊。那报名的方式呢，特别的简单啊，只需要大家点开我们的抢购链接去抢购就行。目前的名额已经个位数，特别少了啊，先报先得，毕竟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啊。那提交订单之后呢，我们这个报名信息弹出来，你就要去填写对应的姓名、手机号和地址，填完之后要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中间保存一下信息，信息保存成功之后，我们再去点击一下提交订单去进行支付，支付成功报上名了以后就非常好了啊，等待我们的开课开学就行。我们的开课开学的话我们的老师都会在开课前主动的联系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今天的课程就这样了回放只有3天，要回放的同学就要尽快的去观看了。下一次课程再见。